注意看，这个男人正在做美梦，一头母蜘蛛爬进了他的裤裆。突然，蜘蛛对着他的大腿，男人瞬间被咬醒。我的天哪！没想到这蜘蛛剧毒无比，他当场饮恨西北。死后，男人的尸体被打包运送回国，而那只蜘蛛也在棺材里。等再次被打开时，男人已经成了一具干尸。这时，蜘蛛悄悄爬了出去，被那乌鸦叼走了。可没多远，乌鸦一个猛子栽下去，瞬间就领了盒饭。而蜘蛛爬着爬着，给自己找了个完美的家，一间无人问津的仓库，并且在这里邂逅了爱情，当场就开始结婚造娃。一场可怕的灾难也即将在小镇上酝酿。3921个小时后，9999.5只小蜘蛛就破壳而出。那母蜘蛛不仅毒，还很能生。无数的小蜘蛛爬到了外面，其中一只盯上了猫咪，兴奋地跑过去要大吃一顿。猫咪却被女人抱走，但蜘蛛不死心，趁女人关灯时一下就套到了手上。第二天，人们发现了女人的尸体，以为她是心脏病发作，没做任何尸检就下葬了。可谁知很快就发生了另一起事件，一个老头刚要睡觉，蜘蛛爬进了鞋子。等老头起床去屙屎时，他前脚刚进去就被狠狠地咬了一口，但或许是鞋子的味道影响了蜘蛛的毒性。老头看起来没事儿，但紧接着他就开始浑身疼痛。妻子见状赶紧呼叫救护车，可等来的却是弗伯勒。而此时的老头早已饮恨西北了，而这一次弗伯勒也终于意识到了异常。蜘蛛爬进了帽子里，运动员刚戴到头上就被哭哧咬了一口，接着便倒在了地上。怎么事儿？众人丈二的脚趾摸不到头脑，医生跑过去还想救人，上手一摸却没了呼吸。直到血液检查的结果出来，才发现男人的体内有一种不明的毒素。随后法医检查了所有尸体，发现他们不是脚趾就是耳朵，身上总有一个伤口，明显是被什么虫子给咬了。可此时的他们还不知道这虫子就是蜘蛛。与此同时，蜘蛛已经入侵了小镇所有的房子，到处都是蜘蛛网，胆大的还爬进了爆米花。而妻子毫不知情，抓起一把就送进了嘴里。结果不出意外，夫妻双双领了盒饭。这一桩桩诡异的事件终于引起了生物学家的注意。男人解剖了蜘蛛，发现它体内有3个蓝色的毒囊，并且只占了1毫克。那小白鼠就当场饮恨西北。这一把子众人全都吓懵了，因为此时镇上的蜘蛛已经多达99999.66只。再这样下去，别说小镇了，整个米国都会毁灭。好在这些混血蜘蛛有个缺陷，没有生育功能，只需要找到最初的那只母蜘蛛并进行销毁，就可以阻止蜘蛛继续繁衍。于是，一场灭蛛行动就此展开。男人找到了蜘蛛的老巢，医生家的仓库，只见这里布满了蛛网，到处都裹着老鼠的尸体。男人独自过来，本想提前打击罪犯，可下一秒，一头巨大的母猪袭来。这可真是唐僧入了盘丝洞，吃的你连渣都不剩。另一边，医生的家里也被密麻麻的蜘蛛入侵了。几人躲进了浴室，蜘蛛却从门缝里钻了进来。幸好家人及时从窗口逃了出去，可医生却不小心从2楼摔进了地下室。抬眼看时，居然看见了一个巨大的卵巢和一只比拳头还大的蜘蛛，吓得他急忙拿上粪铲防身。可蜘蛛尽头都爬上了铲子，幸好男人连猪带铲扔上了电箱，蜘蛛当场就成了烧烤。接着他找到一只打火机和一些酒精，把酒精泼上卵巢，试图把它烧掉。突然，一头巨大的母猪出现，吓得他魂都快没了。危急关头，男人用灭火器一通乱烧，把蜘蛛点燃了。就在他松了一口气时，卵巢里的幼猪开始破壳，母猪居然也没死透。眼见它又要扑来，男人摸到气钉，哭哧一钉钉出，把母猪钉到了卵巢上。就这样一箭双雕，母猪和卵巢一起被烧成了灰烬。之后的几天，人们用百草枯灭光了小镇所有的蜘蛛，一场蜘蛛危机终于得到了解决。话说回来，大家都害怕蜘蛛吗？你最怕什么动物呢？男孩狠狠抓着小刀，下一秒居然朝着肚皮使劲地划开，那鲜血滴进海里，而他口中还念着咒语。紧接着，一条巨大的蝎子尾从海里冒出，可它没有伤害男孩，只是把尾巴盖在男孩身上。原来在几天前，这个男人从水里爬出，却不知身后升起一根巨大的毒针，哭哧一下戳进了后脑勺，然后一把将他拖进海里。这一幕正好被男孩的哥哥亲眼目睹，他急忙上去想告诉众人水里有怪物，却正好赶上工头在发飙，工头当头一棍，哥哥瞬间昏死过去。听到动静的弟弟急忙跑了过来，看见倒在血泊中的哥哥，他非常愤怒，可他不敢
敢乱动，因为这群人非常歹毒，在他们眼里，小山几人只是奴隶而已。当哥哥醒后，他交给小山一把匕首，希望他可以逃出这里，摆脱这群人犯。说完就倒了下去，当场饮恨西北。看着唯一的亲人离世，小山的眼里充满了仇恨，发誓一定要为哥哥报仇。于是他用自己的血将怪物引出，然后虚弱的躺在竹筏上，和怪物达成一个可怕的协议。晚上，坏人正要处理哥哥的尸体，这一幕刚好被一艘路过的游艇看到。见男人形迹可疑，女人决定偷偷过去一探究竟。没想到刚进去就被发现了，工头把他逼到墙角，想干些坏事儿。旁边那小弟也没闲着，朝小山靠了过去，但小山可不惯他的脾气，直接哭哧就是一个大炮子。小弟被激怒，一把给他扔了出去，却没想到起身后的小山一声怒吼，直接招来更大的危机。那地板啪啪破开，好像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慌乱中，寸头一脚踩空掉了下去。众人定睛一看，我的天哪！一只强大的怪物咬住寸头，他两眼睁大，口吐鲜血。等同伴把他拉起来时，我的天哪！他整个下半身都不见了。吓得同伴手一滑，男人彻底掉了下去。众人围过来查看，怪物已经消失了。可不等几人松口气，众人慌忙闪避，只见那带毒的蝎尾伸出，朝着男人而去。他躲着蝎尾的攻击，却没注意身后小美偷偷将滚轮转了位置。就在这时，蝎尾展开尾翼，一口强酸正中男人面门。后退时，他正好撞到滚轮的尖刺上，当场饮恨西北。为了对付怪兽，老板娘捡起一旁的斧头，可他刚拿到斧头，突然女人惊恐地看到了什么。这个男人正在屙屎，突然茅房开始剧烈摇晃，他以为是谁在恶作剧，提起裤子就出去查看，环顾四周却什么也没看到。于是他重新回到茅房继续屙。很快，那甜美的香味引出海底的一只怪物，向他缓缓靠近。当男人还沉浸在舒畅的感觉中时，那尾巴急冲而上。另一边，男孩和人贩子起了冲突。就在他要被打死时，老板娘发现不对，拉开衣服一看，我去，她居然是个女孩。小山当场变小美。由于这群人只卖男孩不卖女孩，因此老板娘决定放过他。可寸头却不肯罢休，还冲小美嘟嘴巴，这瞬间激怒小美。随着她一声怒吼，整个水屋开始剧烈颤抖，那地板啪啪破开，好像有什么东西要钻出来。慌乱中，寸头一脚踩空掉了下去。众人定睛一看，我的天哪！一只强大的怪物咬住寸头，他两眼睁大，口吐鲜血。等同伴把他拉起来时，我的天哪！他整个下半身都不见了。吓得同伴手一滑，男人彻底掉了下去。众人围过来查看，怪物已经消失了。可不等几人松口气，众人慌忙闪避，只见那带毒的蝎尾伸出，朝着男人而去。他躲着蝎尾的攻击，却没注意身后小美偷偷将滚轮转了位置。就在这时，蝎尾展开尾翼，一口强酸正中男人面门。后退时，他正好撞到滚轮的尖刺上，当场饮恨西北。为了对付怪兽，老板娘捡起一旁的斧头，可他刚拿到斧头，突然女人惊恐地看到了什么。我的天哪！一只10米长的蝎子就爬了上来，不仅外壳坚硬，还有2只巨大的钳子。可面对如此恐怖的巨兽，男人竟丝毫不慌，脱掉那9块9包邮的衣服，解开那乌黑的秀发，抡起斧头就要跟蝎子决一死战。只见他怒吼一声，直接就冲了上去，锋利的巨斧哭哧一下就砍进了怪物的天灵盖。可与此同时，他也被2个大钳子钳住，摁在地上疯狂摩擦。接着，怪物挥动尾刺，直接插进脑门，当场送男人去了西北。但头部受到重创的蝎子随即也倒在地上没了力气。就在这时，女人的同伴赶来，2人趁巨蝎重伤昏迷，将女人和小美救了出来。可突然，受伤的怪物居然再次醒来，叫嚣着要把几人吃掉。关键时刻，男人偷偷绕到身后，迅速在周围泼满了汽油，接着扔出打火机。一瞬间，燃烧的大火迅速将怪物包围。可受惊的怪物竟一把将老头刺穿，接着将尸体高高举起，一把甩飞出去。眼看火海也伤不到他，男人拿起镰刀狠狠扎进怪物的眼睛，不料却被蝎尾划伤。见怪物已经伤及2名无辜，小美拿出匕首，一个飞扑跃上怪物的头顶，从怪物的伤口怼进去，在他的脑子里疯狂搅弄。终于，怪物挣扎2下后倒在地上，彻底失去了生命。可与此同时，男人也因蝎毒发作，当场饮恨西北。而女人刚从悲伤中缓过神，就发现小美躺上竹筏，已经随着海流飘向远方。3个月后，女人在一处偏远村落找到了小美的踪迹，可她刚一进
进门，就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只见小美掀开衣服，那肚子里居然满是蝎子幼崽。原来小美的哥哥被人贩子杀害，于是她请求巨蟹帮她复仇，而代价就是替巨蟹孕育后代。男人第一次跟女人回家，就听到女人在浴室惨叫，法克赶紧来到浴室，发现女人在召唤。法克缓缓靠近女人，就在女人期待着法克下一步动作时，一把小刀捅进了她的肚子。还没等女人反应过来，法克又连捅数刀。等看着女人彻底没气后，法克淡定地洗净身上的赃物，原来在帅气的外表下竟是个没有感情的变态杀人狂。接着法克拿出手机叫来网约车，说出了一个偏僻的地址，可行驶路上司机的话实在太多，这让法克又动了杀心。到达地方后，法克没有浪费时间，直接搂住司机的人头，将他残忍做掉。法克来到驾驶室，摇身一变网约车司机，很快他迎来第一波生意。3个美女一上车便对法克动手动脚，在美女热情邀请下，男人不情不愿地和美女们回家通宵聊人生。法克万万没想到，第一次当网约车司机就遇到如此热情的客人，本想带着性子和美女们聊聊人生，哪知美女们竟想和他鸳鸯浴。法克一个不乐意，抓住两人的头，咔嚓2下就送两人归西了。毒瘤喝的不省人事，没有骚扰他的黑妹一命。紧接着法克遇到了让他眼前一亮的大美，只是还没等他高兴多久，大美身后还跟着个男友。从两人的交谈间，法克知道了他们是2夫妻。看两人安分乘车，法克没准备杀害他们，哪知大美丈夫突然开始大声辱骂大美。因为不满大美丈夫图提前下了车，法克决定好好送大美回家。半路上，大美敏锐地发现打车软件上的头像跟法克完全不一样，大美瞬间察觉到了不对劲，连忙找了个理由要下车。法克看出了大美的慌张，下车就想稳住大美，这样大美更加确信法克有鬼。大美拔腿就跑，却还是轻易被法克追上。法克将大美3两下打晕，塞进车里。如今大美知道了他的身份，即便大美再与众不同，法克也不能再留他了。就在法克准备将大美带回家了结时，大美被颠簸的车子震醒，他没有犹豫，直接用外套勒住法克的脖子。在法克挣扎间，法克撞上了前面的废弃车辆，车子里瞬间弥漫着汽油味，千钧一发，大美凭靠惊人的毅力爬了出来。不久后成功的救了大美，被警察叫去警局辨认法克的尸体。看着被爆炸烧得面目全非的尸体，大美却并不认为那是法克的尸体，她认为尸体应该是原车主司机的。果不其然，故事的最后，几个毫不知情的乘客上了一辆网约车，而司机正是法克。一支弓箭突然射穿女人的脖子，姐弟2人却只能眼睁睁看着。父亲拿起斧头就要给妻子报仇，不料最后却被土匪乱刀砍死。趁此情景，弟弟立刻冲出去搬救兵，不料下一秒肥老大就一支弓箭把他射倒。看着一家人接连在眼前死去，女孩伤心欲绝，等待着土匪解决自己。他上前就开始检查女孩的牙齿和头发，看着这完美无瑕的脸蛋，肥老大一个大胆的想法油然而生，他想把女孩抓走当自己的女儿。来到这里后，女孩发现还有一个小妹妹被困在了这里。次日天还没亮，妹妹就拿着刀子来到了女孩身边。女孩本以为她是要解决自己，可没想到女孩却割断了她的绳子。直到这时，女孩才知道她也是土匪抢来的。可不料就在这时，女孩却踩到了地上的树枝。土匪们听到动静，立刻对姐妹2人展开追逐。为了活下去，他们只好顺着太阳的方向缓缓前行。可不料没多久，光头土匪就发现了他，姐妹2人立刻藏了起来，然后丢出了一块破布吸引光头，接着悄悄走到他身后，一棒子抡过去。可不料却被光头一个闪身轻松躲过。随后光头一把就将女孩按倒在地。妹妹拿起杀猪刀就想从后面偷袭，但最后还是被光头发现了。趁此情景，姐姐拿起石头就把光头送去西北。看着光头安静地倒在地上，姐妹2人不敢在这里过多停留，因为他们知道土匪们的追杀并没有结束。姐妹俩使出全身力气拼命逃跑，土匪们则在后面穷追不舍。没多久，姐妹俩就被吓得不敢跑了，因为他们的身后是一个万丈悬崖。妹妹意识到已经无路可走，选择了妥协回去继续做肥老大的女儿，而姐姐却宁死不屈，选择了跳下悬崖。本以为姐姐会因此命丧黄泉，但庆幸的是悬崖之下是10米深的河水，姐姐不但没有被摔死，反而还被河水冲到了岸边。想起自己的家人全都被土匪残忍杀害，这一刻她不再选择逃避，而是决定为家人复仇。接着趁着夜深人静，悄悄来到了土匪的老巢。一个土匪听到动静还想上前追赶，却不知女孩已经在森林里设下了天罗地网。就当他准备上前解决女孩时，女孩直接举起埋在地上的陷阱，送她去了西北。解决完一个后，女孩又把另一个土匪吸引到了树林，她一个弓箭就射穿了他的心脏。另一边的肥老大突然从噩梦中惊醒，就在女孩来到领地准备解救妹妹时，肥老大趁机一个弓弩就射了过来。好在姐姐反应迅速，躲过一劫，急忙躲了起来。就当肥老大上前追赶之时，姐姐一个飞扑就把肥老大扑倒在地，肥老大的弓弩也被甩飞出去，两人只好近身肉搏。但女孩哪里是肥老大的对手，肥老大很快就把她击倒在地，接着把她脑袋死死按进了水底。眼看着女孩即将一命呜呼，肥老大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喊他妈妈。看着女孩终于接受了自己，肥老大的心里十分开心。就当肥老大沉浸在幸福中的喜悦中时，女孩突然拿起弓弩站了起来，一箭就射穿了他的心脏。这部电影告诉我们，善恶中有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正义也许会迟到，但绝不会缺席。这是一场生命的倒计时。小星第一次收到小纸条的时候，是在一次下班回家，刚进家门，手不自觉伸进外套的口袋，突然摸到一条纸条，只见上面写着数字30。小星没有太在意，随手将纸条扔进垃圾桶。但隔天一早来到公司，小星又从口袋搜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数字29。
似乎是在倒数，这使得小幸感到有些诧异。接下来的每一天，小幸都能从口袋掏出纸条，从数字28到数字13，这不禁让小幸出现满脑子的疑问。闺蜜建议小幸在口袋里事先放好写着住手的纸条，对方察觉到了，或许就会停手了。按照闺蜜的建议，小幸写下一张纸条放进口袋，提醒对方别再做这样无聊的事情。可这张一点都不管用，等小幸下了公交，依然可以从口袋里搜到小纸条，上面赫然写着数字12。这天下班，小幸如往常一样回家，这一次她依旧从口袋里搜到小纸条，但这一次不是倒计时，上面印着少儿不宜的图案，并写着淫乱的字眼。小幸怒了，在隔天要去上班之前，小幸事先写下变态去死的纸条，放在口袋里作为警告。不出意料，丝毫不管用，小幸再一次从口袋里拿出了写着数字11的纸条，她气得浑身发抖，站在原地久久没有动弹。当天下班回家，小幸一如既往打开信箱，却发现里面没有信件，只有一张小纸条，而上面的内容则令小幸浑身发抖。惊恐万分的小幸赶紧爬楼梯回家，结果刚打开房门，竟看见地板上放着一张纸，上头写着数字1，倒计时即将终止。小幸吓得跌倒在地，忍不住发出大叫，连忙掏出电话向闺蜜求助。第二天，闺蜜陪小幸坐公交回家，打算帮小幸收拾行李，接着一起回闺蜜家住。小幸下意识想打开信箱，闺蜜知道小幸过于害怕，便主动去帮忙开信箱。见闺蜜倒在地上，小幸恐惧万分。随后，闺蜜被送到医院抢救，却为时已晚。就在这时，警察找到小幸录口供，小幸转身跟着警察离开。诡异的是，她的脸上却露出心满意足的笑容，那暗示着倒计时的小纸条原本是降临在小幸身上的噩梦，可最坏的结局最终却发生在闺蜜身上，这是所有观众都没有料到的。这就是降临于自身的噩梦与结局的差异，跟大多数
女人只是喜欢穿上黑色丝袜以及蕾丝超短裙，来到医院洗个牙。牙医突然死死勒住了女人的脖子，将她绑在了手术台上。丧彪拿出扩大器，固定住了妻子的嘴巴，随手拿起一个钳子，将妻子的牙齿一颗颗拔了下来。妻子不停地哀嚎着，丧彪却恍若未闻，冷漠地将妻子的牙齿全都拔了下来，最后连她的舌头都没有放过。丧彪是个事业有成的牙医，这天开车上班的他发现手指有点脏，立马掉头回家洗手。好死不死让他刚好看见了这样的一幕。丧彪洗完手后失魂落魄的来到了办公室，他觉得妻子也变得十分肮脏。晚上，丧彪邀请妻子来他的牙科医院体验不一样的夜生活。就在妻子满心期待时，丧彪却将自己的装备一一摆在了桌上。隔天，隔壁老王在水池里发现了一条蛇的头，他看向不远处的丧彪妻子，有些疑惑的询问，却没得到任何回应。他不解地拿开丧彪妻子脸上的帽子，猛地看见了他的惨状，吓得连连后退。就在这时，一把匕首抵住了他的脖子，残忍地将其割破，然后是一刀接一刀，终于报了背侣之仇。丧彪只觉得浑身舒坦。收拾一番后，他来到医院继续上班。这天下午，他正给一个男孩检查牙齿时，突然出现了幻觉，他看到了满嘴烂牙齿的男孩。丧彪无法忍受，直接将男孩的嘴戳出了血。幸好丧彪安抚住了男孩，这样的举动引起了护士的不满。他将丧彪叫出病房，质问他为何这样治疗。丧彪却二话不说，将他直接勒死。可怜的患者还不知道，丧彪已经变态了。紧接着，第二个客人也来了，女人只是想要洗个牙，丧彪却坚持女人有个牙齿坏死，要给她补牙。不顾女人的阻拦，丧彪一针麻醉下去，女人彻底没了知觉。看着昏迷的漂亮女人，丧彪不禁抚摸起了她的牙齿。恍惚间，眼前的女人变成了妻子的模样，他怒不可遏地掐向女人的脖子。就在女人即将咽气之际，丧彪终于清醒了过来。听到动静的女人丈夫也闯了进来，丧彪慌乱地找了个理由，终于糊弄了男人。等待了许久的大丫终于可以进入病房，却被一个政府官员插队。哪知官员一进病房就威胁丧彪，表示他掌握了许多丧彪偷税的事情。听着官员嚣张的话语，丧彪直接给他吸入了大量镇定剂。丧彪拿起电钻，肆意地钻着他的舌头，疼痛让官员发出了惨叫。接着他将戴牙套的大丫请进了病房，哪知刚取下大丫牙套上的铁丝，丧彪又出现了幻觉。他看到大丫嘴里满是腐烂的牙齿，极度洁癖的他，丧彪掏出手枪就要干掉他。电光火石间，大丫灵光一闪，告诉丧彪自己非常爱护自己的牙齿。听着大丫诚恳自白，丧彪被他感动，最终开车离去。另一边的警察也开始调查被枪杀的狗子，却意外发现丧彪家的血迹。一进门，他们就看到了老王的尸体和被绑住的丧彪妻子。等警察姗姗来迟时，牙科医院只剩下大丫一个活人。通过调查，警察知道丧彪下午要去给牙科医生教学，教学的丧彪又出现了幻觉，他掏出枪开始胡乱扫射。警察终于赶到，救下了大批医生。最后，精神失常的他被警察关进了精神病院。这是每人一辈子只能参加一次的面试，但考生们刚拿到试卷却愣住了，因为考官发下来的试卷是一张白纸。众人看着手里的白纸一脸蒙圈，可唯独一个女人却似乎知道答案，拿起手里的笔就开始答题。结果她刚写上名字，就被保安拖出去砍断了4指。考生纷纷被吓得不知所措，因为考官考试前就已经和考生约法3章：第一就是不能和考官说话，第二不能走出考场，第三就是绝对不能答题。而女人之所以被拖走，就是因为答题了。看着女人在监控下的遭遇，考生们纷纷开始猜测试卷的奥秘。大眼妹猜测试卷可能经过了特殊的处理，为了弄清试卷是不是需要沾上水才能显现，她立刻走向了守在门口的保安，从保安裤兜里掏出了一个打火机，随后她踩着板凳站在烟雾感应器下面，但由于打火机的火苗太小，感应器丝毫感觉不到。就在这时，小帅拿来了一张试卷给他，让他点燃试试。烟雾感应器被成功触发，可就当小黑把试卷淋湿后，却发现试卷上的试题仍然没有显现。就当大家失望至极之时，保安突然走了进来，二话不说就把大眼妹抓了出去。原来刚才小帅递给他的试卷是大眼妹的试卷，大眼妹是被他陷害。小黑立刻冲过去一拳将他打晕在地，接着趁着他昏迷将他牢牢绑到了板凳上。眼镜哥见到这一幕，彻底的对考试失去了信心，拿起试卷就一口吞到了肚子里，无奈退出了考场。眼看着考试时间只剩下了10几分钟，被绑住身体的小帅突然颤抖起来，原来是小帅犯病了，必须立刻吃药。眼镜妹拿起药丸就想把药喂给小帅，但却被胡子哥一把甩进了下水道。眼看着小帅即将一命呜呼，眼镜妹于心不忍，立刻打破考场规则呼救。毫无疑问，他换来的则是被淘汰出局。小金立刻摘下发卡夹出来的药丸，随着药丸被喂进小帅的嘴里，小帅没多久就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而此时考试的时间也只剩下了10分钟。只见小帅刚站起来就分析考官事前所说的话。考官说考试的题目只有一个，那就是说明在场的所有人不论用什么方法，只有一个人能顺利通过。听到这里，小帅和小黑立刻冲向保安拿枪，最后小黑抢先一步，可没想到开枪必须需要指纹解锁。趁此情景，小帅立刻把小黑扑倒在地，拿起地上的笔就开始扎他。最后他举起保安的手，利用指纹给手枪解锁。胡子哥为了活命，立刻选择投降，走出了考场。就当小帅威胁小黑也离开时，小金也趁着混乱选择了离开。但就在他离开时，他却大声呼喊了一声关灯。小帅见漆黑一片，立刻一通乱射。等到灯光再次亮起时，小黑已经不幸中弹，饮恨西北。就在这时，小帅突然发现门口还有一双脚。就当他缓缓走上前去解决他时，考试时间突然停止。本以为小帅会因此通过这场考试，可最后他却被保安抓走淘汰了。通过这场考试的却是小金，因为现在考试倒计时还剩下20秒。原来之前离开的眼镜男已经调快了时间，而眼镜男也正是这场考试的幕后老板。他这么做的目的就是为了测试新员工的职业操守能不能把重任交给他们。
故事的最后，小金缓缓走进了考场，捡起眼镜男上的白纸就是一顿查看，结果发现眼镜男摔碎的眼镜才是唯一能看清题目的工具，并且上面果然只写着一个问题。他开始回忆考官的话，想起最后考官宣布完规则后提出的疑问。小金立刻意识到这场考试的答案其实很简单，那就是没问题。这部电影告诉我们，想要获得成功，不仅要有上进的心和一双善于洞察的眼睛，还要养成耐心、细心、良心等良好品质。因为衡量一个人能否可以承担重任，从不是有多大的业务能力，而是会不会做人。凯奇警官求助。凯奇得知后，心里非常的愤怒，决定为母女俩惩治这群人渣。人渣一见到警察，他就嚣张地掏出了随身携带的小刀。警察见状，立即掏出失踪了。就在这时，一个陌生电话打给了他，来人自称是他的高中同学，邀请他来自己家约会。淫虫上脑的男人立刻就答应了。他如约来到约会地点，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一把枪就对准了他的脑袋。正是凯奇警官。凯奇威胁他写下了自杀的遗书，随后又强制他用手拿住枪，紧接着就一枪解决了他。这群人渣就这么被神不知鬼不觉地解决了。缇娜母女俩的生活终于恢复了平静，他们决定去一个新的城市重新生活。
离开前，他们提议去感谢了凯奇警官。他们知道，如果不是还有这么正义的人存在，也许他们早就成为了法律的牺牲品。女人独自在家里洗澡，浴室外却站着个陌生男人。可她因为双目失明，完全没意识到自己被一览无余。哪怕对方恶趣味地将浴巾推过来，她也只是隐隐感觉到哪里不对。不过她此时仍旧没有反应过来，而是习惯性走进厨房，殊不知男友已经被人杀害。她就这样开始准备猫粮，直到地上的血液逐渐蔓延，才终于脚下一滑倒在地上。血液的粘稠让她有些恐惧。她顺着鞋子一路向上，先是摸到男友的脸颊，然后又摸到地上的刀子，才终于意识到危险。萨拉这时害怕极了，她拼了命地想要逃离现场，可没跑出几步就被男人一把抓住。她吓得赶忙奋力挣脱，惊恐地询问是谁在那里，但对方却一言不发，故意弄出各种各样的噪音，戏弄着双目失明的萨拉。随着一声巨响，他被吓得赶紧跑到卧室锁上房门，然后利用语音功能对电脑下达命令。就在这时，男人已经闯入，他先是将萨拉制住，然后拿着小刀逼近他的脖子，吓得萨拉呼吸骤停。这种紧张的情绪让他忍不住想起过去，原来他曾是一名战地记者，可因为一场意外被炸得双目失明。当他从回忆中醒来，才发现自己已经被绑到床上，而男人还想要对他动手动脚。起初他还能勉强忍受，但却架不住对方得寸进尺。萨拉不得不忍气吞声，请求对方把自己解开。看着他楚楚可怜的模样，男人打算给他一点甜头，然后逼问他藏匿地点在哪。原来男友与他们合伙偷东西，却最终背叛了他们。萨拉听完表示一概不知，可对方似乎并不相信，还将刀子对准了他的耳朵。就在萨拉快要承受不住时，一个电话救了他的性命。趁着男人向老大汇报情况，身体冰冷的他赶忙穿上衣服，然后将掉落的相机藏到身后。幸运的是，男人似乎在老大那里受了气，趁着他一时不注意，萨拉一下将其打倒，赶忙跑出了房门。他慌不择路地跑进楼梯间，扶着把手一路向下，最终来到了管道层。这里的地形狭窄，对他很是不利，连续的碰撞让他忍不住想起过去。他只好大声呼唤着安保的名字，希望对方能够赶紧报警。可因为过于担心萨拉安危，他忍不住拿起一根管子，就想要充当救人英雄。不幸的是，两人的呼喊暴露了位置，安保最终被闻声赶来的男人抹了脖子。萨拉吓得赶紧跑向另一边，却正好逃出了大楼。于是他赶忙在街上请求帮助。一名自称为检察官的光头及时出现，不仅贴心地为他披上外套，还一路将其送回了大楼。当听到电梯的声音时，他才发现自己上当了。盲人女孩本以为自己得救了，却不料光头竟是劫匪的老大。当被带回房间时，他明白下次逃跑的机会微乎其微。不过庆幸的是，光头对小弟很是不满，也许他可以从中挑拨离间。可他还没找到机会开口，光头就开始不耐烦起来。于是他决定让小弟吓唬吓萨拉。但当他被扔到墙边时，光头忽然注意到墙上的照片，于是他叫小弟取下相框，用刀子划开了相框的背面。果不其然，里面藏着20-30万的美金。一旁的小弟忍不住笑出了声，他想不到收获居然这么容易。随后两人就这样离开房间，不知为何特意留下萨拉一命，而萨拉也赶忙锁上房门，全然没注意到藏起来的光头。接着他回到浴室拿起钻石项链，再返回厨房陪在男友尸体旁边。就这样他从黄昏待到了深夜，等到终于决定冲出房门时，两人却再次出现。随后光头拽下他脖子上的项链，质问他其他钻石在哪里。听萨拉说自己不知道，光头便看向了猫咪，他威胁萨拉如果不说实话，就把猫咪扔到楼下。听着猫咪的尖叫，萨拉恳求光头不要这么做，但可惜的是，光头竟真的扔了下去。他想要找光头拼命，可反而被对方制住。就在这时，小弟也看不下去了，他和光头争吵起来，直到脖子上架了把刀，他才最终服软。随后光头再次找到萨拉，威胁他不交出钻石就将他扔下去。萨拉别无办法，只好说男友有个保险柜。就这样，小弟和光头轮番开锁，萨拉也终于有了离间的机会，并且向他承诺只要帮了自己，就告诉他钻石的位置。小弟因此有些心动。就在这时，保险柜终于打开，可出人意料的是，里面只有一张扑克牌。光头因此很是愤怒，他知道必须给萨拉点惩罚才行。盲人女孩被牢牢绑住，又被毛巾捂住口鼻。接着光头毫不留情地倒上水，对萨拉用起了水刑。哪怕他拼命地挣扎，可却始终毫无作用。随后只是给了他一丝喘息的机会，光头就再次戏弄起来。恰在这时，门外响起姐姐的声音。原来今天是圣诞节，他们早已约定好一起度过。但是现在这样一副局面，萨拉只好恳求光头放过姐姐。也许是害怕引起警方注意，光头最终同意下来。不过他还是威胁萨拉，如果敢有多余举动，就将其通通杀掉。等萨拉打开门，她只好说正和男友吵架，不想过这个节日了。可是此时已经快到午夜，姐姐并不想就此离去，还想和她的男友理论一番。就在这时，姐姐的羊水突然破了，她不得不被丈夫扶着赶去医院。虽然很是担忧姐姐的情况，但萨拉还是松了一口气。接着光头将她拉到客厅，又让小弟给自己倒杯酒。他再次质问起钻石位置，当听到萨拉说出阳台时，更是将其一把拉走，似乎打算把钻石独吞。却不知就在被萨拉戏耍时，小弟在倒酒的过程中意外发现冰块里藏着的钻石，于是他赶紧将冰块融化，假装自己什么也没有发现。可惜的是，光头恰巧看到他的举动，因此小弟悄悄拿出刀子，打算趁机接近先发制人。但光头显然有所防备，他还没用出刀子，就被光头一枪命中。接着光头翻出钻石，眼里抑制不住的贪婪。可就在这时，萨拉突然发动攻击，导致光头的枪掉到了地上。不过他毕竟力量有限，哪怕在打斗中砸碎了灯，他也终究没有逃出房间。就在他被按到墙上时，小弟竟然又醒了过来，于是两人厮打在一起。趁着这个时候，萨拉便找到之前掉落的手枪和钻石。不久后，光头解决掉小弟，再次来到阳台。可萨拉的听力
非常敏锐，光头只是稍稍一动就会引来一颗子弹。但就在萨拉占据上风时，远处竟燃起了烟花，这严重影响到他的听力。不过没过多久，他就想出了新的办法。只见他将钻石一颗接一颗扔到楼下，逼迫光头不得不采取行动。最终光头没有抵住诱惑，成功被他击杀。就这样，萨拉获得了胜利。随后他将钻石放进容器，再将其放入冰箱进行冷冻。对于一个盲人来说，萨拉有着太多的不利之处，但恰恰是之前战场的经历，让他学到哪怕有多大的劣势，也要鼓起勇气直面眼前的恐惧。女人洗完澡打开浴室门，一个陌生的男人就站在对面，可他却像看不见似的，伸手去够扶把上的浴巾，裹好后就走出了浴室。看这情形，男人也明白了，这个女人是个瞎子，但不能排除她是装的，于是跟在女人身后偷偷观察。萨拉抱着猫咪悠闲地走到厨房，经过躺在血泊之中的丈夫，她一无所知，还是像往常一样打开冰箱门，拿出速冻水饺，又来到储物柜旁边。丈夫的血迹很快扩散开来，差一点就流到萨拉的脚旁。放下东西后，再次返回储物柜，这次她恰好踩进血流里，一下就滑跪在地。怎么会有水？她十分疑惑地用手摸着，这粘稠的感觉让她越发害怕。接着她就摸到一条人腿，再顺着往上摸到一个完整的身体，躺着的是个人。她开始紧张，在触摸到男人的脸庞后，她叫出声来，这是她最熟悉的一张脸庞。她怀着悲痛的心情继续摸索，发现了丈夫胯下的刀子，这说明丈夫的死不是意外。来不及哭泣，她急忙起身冲出厨房，却迎面撞上一个陌生人。她害怕地叫出声来，逃向客厅，不知所措地颤抖着。萨拉惊恐的模样逗笑了阿大，他不停地将展柜上的杯子丢向萨拉，用弄出的声响吓唬萨拉。对方越惊慌失措，阿大就越兴奋。随后他又狠狠地把书砸在地上，吓得萨拉一股脑冲向卧室，快速关上门将阿大锁在外面，又熟练地关上另一扇门，在床单上摸索出一台电脑，启动语音唤醒模式，不顾阿大的叫唤，冷静地打开邮箱准备报警。由于刀子架在萨拉脖子上，他只得停下了动作。随后被绑在床上的栏杆听到后面有声响，他知道是男人来了，并且还坐在他的床边，拿着布轻轻擦拭他腿上的血迹，还慢慢摸向他的大腿。萨拉立刻激动起来，却被阿大一把揪住头发，他只好冷静下来向他道歉，用温柔的口吻求他解开绳子。阿大虽然解开了绳子，却并不相信萨拉，他拿着刀威胁萨拉说出钱的位置，还说萨拉的丈夫偷了他的钱。萨拉毫不知情，好在男人接了个电话，暂时放过了他。他急忙逃进一旁的更衣室，穿上衣服，换上运动鞋，捡起地上的相机，偷偷藏在身后。阿大接完电话后气急败坏，原来他也是替人办事，要找出萨拉丈夫藏起来的钱，如果找不到他也会完蛋。萨拉假意配合，等男人一靠近，拿起相机就朝他挥去。随后摸索着逃离，他冲进楼梯间，快速往下爬着。此时他应该很后悔，当初为什么要住在顶层？好在提前穿上了运动鞋，走得还算顺利。与此同时，被他击倒的阿大也追了上来。更倒霉的是，因为太着急，他直接从楼上摔了下去。他不敢停留，撑着身体继续往下跑。两人之间的距离只有2个楼层。好在他终于跑到1楼的仓库，在一个角落里悄悄蹲下。此时他已经精疲力尽。就在他想放弃的时候，突然听见仓库里传来熟悉的声音，那是公寓保安的声音。他急忙大声呼救，事已至此，只能主动暴露位置了。他呼喊着让保安报警，但对方拿了把铁锹就要来救他，可惜走到一半就被阿大偷袭，没几下就被打死了。听到小黑没了声响，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他只好忍着害怕冲上台阶，终于来到公寓的室外。萨拉一边大声喊着救命，一边往外冲。幸好他十分熟悉路线，没几下就来到了大马路上，向街上的行人求救。看见萨拉正在和路人说话，阿大只好先放弃追他。然而危险并没有结束，一个自称是检察官的男人出现，他让2个路人先走，自己留下来帮助萨拉，还取下衣服披在萨拉身上，这让萨拉平静下来，还把事情经过毫无保留地说了出来。随后男人拿出手机呼叫同事支援，萨拉听后彻底放下戒心，还不停地表达着感谢。他们来到公寓1楼，等待警方的到来，但男人却突然按下电梯。萨拉听到身后的动静，连忙问是不是警方到了，可没想到进来的人却是阿大。原来男人和阿大是一伙的，他们将萨拉绑进电梯，迅速回到顶楼的家里。刚一进门，阿大和秃头就发生了争吵，秃头指责他把事情都搞砸了，唯一知道钱藏在哪的人死了，剩下一个无辜的女人。阿大听完后也不敢反驳，只能默默离开去处理伤口。其实秃头都是说给萨拉听的，他告诉萨拉，现在唯一对他真诚的人就剩自己了，还假惺惺的用布盖住萨拉丈夫的尸体。做这些的目的只有一个，他要知道钻石的下落。但萨拉始终不肯开口，秃头耐心耗尽，就把萨拉交给了阿大。阿大一下就把萨拉从沙发拽到地下，摔了好几次之后，还想拿话砸他。就在这时，秃头好像发现了什么，一副普普通通的画，在奢华的家里显得格格不入。奇怪的地方往往暗藏玄机。他让阿大抬下画放在地上，然后用刀子划开画的背面，里面居然全都是钱。阿大立刻找来袋子，装走大把的钞票。他本来要解决掉萨拉，却被秃头阻止了。两人拿了钱后便转身离去，临走时还砸掉了他的手机。听到一声门响后，萨拉迅速起身将门锁上，他以为安全了，于是来到浴室拿回丈夫送她的项链，蹲在心爱的人的尸体旁哭泣，力气已经耗
靠近，她很快就睡了过去。在醒来时，天已经黑了，她扶着柱子站了起来，似乎意识到什么。小情侣趴在窗边看邻居为爱鼓掌。琵琶看着这现场直播有些异动，她也想鼓一下掌，但男友有心无力，1分钟不到就只能老实睡觉。男友都已经睡成了死猪。对面的互动还没有结束，琵琶又想起对面男邻居的8块腹肌，顿时对男友那是万般嫌弃，还对男邻居产生了一些想法。现在的她还不知道这个念头将招来多大的麻烦。几天前，琵琶和男友刚搬进这间豪华公寓，而且还是以极低的价格租下的，唯一的条件就是落地窗前不允许挂窗帘。虽然觉得有些奇怪，但琵琶还是签了合同。搬进去的第1晚，他们就被对面楼的闪光灯晃了眼睛。原来不只是他们，对面大部分住户也没安窗帘，邻居们都是一男一女，而且好像都已经习惯了。尤其是琵琶家正对着的一对夫妻，大晚上的站在窗边就开始为爱鼓掌，那是真不把邻居当外人。琵琶和男友也不客气，就处在那光明正大的看。第2天，琵琶把这事儿告诉闺蜜，闺蜜却说她少见多怪，有的人就是有些特殊癖好，那对夫妻很有可能是有暴露癖，还开玩笑的说让琵琶买个望远镜来看。琵琶立刻义正言辞地表示我又不是变态，但是很快他就变态了。当天晚上，琵琶无意间看到对面的男邻居赤裸上身，站在窗边跟妻子道别，但没过多久就有别的女人上了楼，然后就是你们不想看的画面了。而且在女邻居出门的一段时间里，男人轮流与好几个女人私会。好家伙，这瓜可大了！琵琶为了吃到一手大瓜，真的去买了一个望远镜，有事没事就往对面看。男友发现她的行为后，不但没有制止，还当即表示让我康康。两人都很享受偷窥他人的乐趣，尤其是琵琶，而且她不再满足看帅哥美女互动，还想听他们在说什么。正好男友有一门张三手艺，那就是制作远程窃听器。琵琶便想让男友给邻居家安一个，男友表示自己倒是愿意，但装窃听器需要去人家家里，他心有余而力不足啊。可是就那么凑巧，邻居家要举办化妆舞会，反正戴着面具也认不出人。琵琶和男友决定乔装一番溜进去，两个人的计划出乎意料的顺利，成功在邻居家的隐蔽处装上了窃听器。情侣俩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偷听对面的动静，但这次对面没有在鼓掌，而是在吵架。原来纸包不住火，女邻居怀疑起了丈夫与别人有染，崩溃地质问他是不是真的。男邻居当然是打死不认，甚至还倒打一耙，说你要是不相信的话就离婚好了。女邻居一听就怂了，竟然乖乖道歉求和。琵琶听了愤愤不平，但男友却表示闲事莫管，而且他们窃听可是违法行为，捅出去的话两个人都得吃不了兜着走。这件事一直萦绕在琵琶心头，上班的时候也心不在焉。但女邻居竟然来了他们公司，琵琶心虚不已。好在女邻居只是来配眼镜的，而且两人竟然相谈甚欢，很快就成了朋友。要不要为了朋友的幸福暴露自己是个偷窥的变态呢？男友劝她守口如瓶，偷看别人就够缺德了，掺和人家的家务事不是闲的吗？谁料这一下适得其反，让琵琶觉得他们都是一丘之貉，决定要给渣男一点教训。琵琶利用传真机把真相告诉了女邻居，对方却只觉得是恶作剧。男友让琵琶适可而止，她却决定加大力度，指引邻居找到丈夫和别人用过的小雨伞。这下她不得不信了，失声痛哭起来。男友受不了了，宁拆十座庙不破一桩婚，你搞得人家离婚你满意了，但琵琶却觉得自己做的没问题。他们大吵一架，男友还把望远镜摔坏了，两人不欢而散。琵琶独自在客厅待了一晚上。第2一早，男友主动来求和，琵琶也见好就收，两人重归于好。琵琶还向男友保证自己再也不干偷窥的缺德事了。但就在两人紧紧相拥的时候，琵琶看见女邻居浑身是血，原来她无法接受丈夫的背叛，选择了一死了之。这下闹出人命了，琵琶傻了，男友怒了，立刻忘记自己也算个共犯，表示看看你干的好事，然后便怒气冲冲地收拾东西走人。你小子溜得够快啊！琵琶象征性的悲伤了几天，很快就觉得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现在男邻居丧偶，他又分了手，他们不就能凑一对了吗？他心甘情愿当他鱼塘里的小鱼苗。琵琶再次拿起望远镜偷窥，就看见男邻居每日借酒浇愁，他顿时满心的疼爱。看到对方去楼下酒吧买醉，也忍不住跟了过去，然后找了个地方坐在近距离偷窥，但是很快就被发现了。男人倒没生气，反而二话不说坐在琵琶面前，提出自己想为他拍一些照片。琵琶当然知道不可能是单纯的拍照，但这正中他的下怀，马上就跟着男人回了家。琵琶的照片越拍越多，衣服却越拍越少，接下来的画面大家都不想看，我们就跳过好了。琵琶的心已经飞走了，但男友的心却正打算飞回来，他想要和琵琶复合。回到家却发现家里空无一人，抬头一看，对面又是熟悉的画面，就是参与的人员有点不对劲。他又拿起望远镜仔细一瞧，终于看清了那张熟悉的脸。第2天早上，琵琶在邻居家醒来，然后便独自回家，却发现房门只是虚掩着。他推开房门，便看见了恐怖的一幕，男友竟然上吊自杀了。就算再傻，琵琶也意识到男友是看到了昨晚的画面，事情的发展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害死了一个还不够，现在来了个双喜临门。更重要的是，男邻居人间蒸发了，琵琶就此消沉了下来。愧疚和无措让她宛如行尸走肉。一段时间后，她的心情终于有所缓解，闺蜜还安慰她，这一切都是阴差阳错，并不是琵琶的问题，而且当时是男友要和她分手，那她和男邻居发生点什么也不算背叛，要怪只能怪前男友心理承受能力太
害人。琵琶立刻顺杆往下爬，表示你说的对。就在这时，他看见了邻居的摄影展广告，虽然对方并没有邀请他，但琵琶决定出席，给邻居一个惊喜。要是能让两人的关系更进一步就更好了。琵琶精心梳妆一番参加，却发现展品是自己的裸照，而且主持人还是男人已故的前妻。 This new exhibition tells a modern fable. It's a tragic tale of a sweet young woman named Pippa. 原来琵琶和男友住的公寓就是邻居所有，他们故意把房子出租，要求不挂窗帘。琵琶偷窥他们的同时，他们也在偷拍琵琶的一举一动。他看到的所有画面都是两人故意让他看见的，那些互动画面情感纠葛，也都是引诱琵琶上钩。他们亲眼看着琵琶一步步深陷其中，最后还害得男友自杀而死。而且在当初的租房合同上，琵琶和男友的相关权利就被卖给了房东，因此摄影师夫妇展出他们的隐私是合法的。但琵琶当时根本没有仔细看，琵琶崩溃地逃离摄影展，然后冲到摄影师的房子，拿到备用钥匙开了门。一番搜索后，真的发现了一个秘密房间，里面果然全都是偷拍他的设备。琵琶不得不面对现实，小丑竟是他自己，可是他又能做什么呢？琵琶决定搬走。在收拾鸟笼的时候，他意外看见几只小鸟的尸体。琵琶知道男友一直都会用蔬菜榨汁喂鸟，难道是蔬菜有什么问题吗？琵琶进一步想到，那男友的死真的是只是自杀吗？此时的摄影师夫妇正在安然吃饭，女人还得意地向琵琶挥手。摄影师夫妇因为偷窥者这个作品名声大噪，被各大报刊争相采访。这天他们结束采访回到家，就看见门口放着一瓶名贵红酒，上面署名是美术馆。他们没有多想，只觉得是个普通的礼物，一进屋就一起举杯庆祝事业成功。就在这时，传真机吐出一张纸，上面写着：我知道琵琶男友不是自杀，而是你们杀了他。两人立刻拿起望远镜看向对面，果然看见了刚发完传真的琵琶。琵琶撒腿就跑，两人拔腿就追，一路追进了琵琶工作的眼科医院，终于还是追上了他。琵琶也说出了自己的猜想，他怀疑是摄影师夫妇在蔬菜汁里下药，将男友迷晕后，又将他吊起来，伪装成自杀的假象，仅仅是为了让他们的作品更有冲击力。两人矢口否认，说有本事你拿出证据啊！但很快他们就没办法嚣张了，只觉得头晕目眩，随后双双昏倒在地。原来那瓶红酒是琵琶送的，里面还加了安眠药。Take one final look, 'cause it's the last thing you're ever gonna see. 然后他将两人放上手术台，撑开他们的眼睛，用激光对准他们的眼球。琵琶流着泪摁下了机器的启动按钮。一段时间后，琵琶租住过的房子搬来了新的租客，但摄影师夫妇已经再也没有能力偷窥了，因为他们已经双双失明，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了代价。